股票市场千奇百怪，见怪不怪。大家好，我是股怪教授谢承彦，欢迎大家收听台股怪谈。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来宾是林玉凯分析师。教授好，大家好。好，那节目一开始，大家可以先加我的 LINE 小老鼠 GP520。节目上的任何问题或是建议，大家也可以私讯给我我们进一步讨论，或者大家有什么喜欢这个想要了解的产业或主题，我们都会帮各位好好的来规划跟设计。当然，今天一开始要跟玉凯老师讨论，因为这几天我们在看大盘我们前一天的节目也在跟大家讨论这件事，就是说大盘攻到这个地方，这几天其实都有开高走低、开高走低这样的现象。是，可是从上个礼拜这个联准会的态度定调之后，其实美股已经开始反攻了。对，甚至整个就业数据出来以后，美股的表现也相当的好。所以这个礼拜其实我们有很高的期待，台股会不会长红一路往上攻上去？是，但这2天我们在观察，台股都是呈现高档的一个卖压，所以我们不禁在思考一件事：台股上攻无力，到底真正的原因是什么？为什么没有办法延续美股强势的走势？好的，我觉得跟台股的结构有很大的关系。我们就讲最能够带动台股的就是台积电嘛。台积电，对，因为占权重快30%。对，没有错。那你说台积电现在连4月底的高点也都还没有过，那当然台股也就没有这个条件底气来去挑战前波20800点的那个高点。是所以我觉得台积电当然在这个当中可能是一个元凶之一啦。好，对。那当然除了当然就是说台股大涨，对，台积电上涨，我们叫拉基盘，是对不对？拉是拉动台积电的拉，然后基是台积电的基啊。是。那可是如果我们不涨又怪台积电，对，好像变成涨跌都是它的问题。是。可是实际上，如果我们再去看其他的全指股呢？因为昨天我们在讨论鸿海，因为昨天鸿海很强，是，大家也开始去思考说，鸿海的基本面，鸿海的 CEO 轮值的这样的一个方式，能不能改变鸿海大家对它的看法？甚至昨天我们的来宾还谈到本益比，就是说以前大家给鸿海的本益比是8倍，现在可能可以给到10倍、12倍，甚至15倍的话，那就不一样了。那今天鸿海变成也持平，是，那其他的全指股是不是没有跟着表态，也有一些关系？我觉得这个就是提到所谓台股的位阶。我们可以看到最近可能美股的财报大家会很有感觉嘛，原本位阶高的股票，你财报出来虽然好像还不错，股价开始往下打或者像苹果很烂，你怎么没有很烂吗？没有到很烂了。你刚才讲很烂，其实是烂而已。只有烂只有一个烂我修正一下，苹果对不起对。可是就是说你的手机销售的数字衰退了10%，对，结果就是因为大家预期你非常烂，结果你只有普通烂，股价就上来了。没错。所以我觉得现在台股也有这样的味道。台积电大家对它的期望很高，你法说会讲的没有这么好，股价就稍微做一个修正。那鸿海大家原本就觉得说你就阿尼尼这不是台语，不是脏话你就阿尼尼所以说反而你好像还是持续的这个 EPS 能够去有所成长，本益比大家也认为说相对偏低当然股价就上来，可是只是可惜啦，鸿海没有办法那么有效的去带动加权指数。好，那这样子比如说台积电现在还没有办法过高，鸿海过高以后稍微有些停滞，是。那在高档持续出现开高走低的上影线，会不会有反转？大盘就开始有反转的可能性呢？我觉得确实这几天的台股就是说开高走低，好像给人家很那种不太舒服的感觉。可是我觉得我用一个形容词跟大家讲有一些股票我们最喜欢的就是说不涨停，但是涨不停。OK， 不涨停，但是涨不停。对，我们讲这个是它不是标股，可是呢，你就看着它50%、80%这样往上攻。我觉得现在台股有这样的味道为什么？因为其实在4月下旬的时候，因为有这个台积电法说，再加上中东局势的一个恶化，对所以造就说急跌那时候有盘中跌了1000多点嘛。我觉得就是像这个失火理论就是说今天电影院失火了嘛，大家急着往外跑。我现在跟你讲没事的，你不会马上回来你不会马上再回到电影院。对，你一定想说真的吗？火扑灭了吗？我看一下三三两两的才回来。所以我认为说现在会有这样的效应，所以台股每天开高他说真的有这么好吗？我慢一些所以开高走低，开高走低，但是它的底部是慢慢往上垫的，它也是缓步在做创新高的。所以应该说从这当中，玉凯老师你刚才讲到一个我觉得应该是很重要的观察，就是说开高走低，但是底部逐步垫高，好，但是我们担心的是说是不是就没有行情，还是说这个行情在温吞当中
其实有不同的一个发展，尤其是大家很关注的 AI 这个领域。是，实际上我们从上个礼拜所有的财报来看，大家对 AI 美股当中对 AI 的观察，尤其是辉达，对，昨天辉达还有大涨啊，是原本大家认为说辉达涨多了要开始修正，反而不修正，而且甚至美股当中电子股，尤其是跟这个云端相关的，也都普遍性的一个上涨，是没错。那为什么台股在这当中却没有看到任何跟 AI 有关的行情发生呢？我觉得我们可以拆成2个部分来解释啊。第一个就是说呢，大家可能还是在观望营收的公布，营收的公布，因为现在是7号，5月7号，对，那5月10号之前营收要公布完毕，是的。那我们也发现好像大家都会在后面几天，对，稍微再观望一点啊。然后再一个部分就是也是我们刚刚讲到，我觉得相对位阶的问题，因为其实鸿海去年它就有吃到 AI 的，为什么它涨不动？到今年呢，大家发现说，你是一颗这个好像被遗忘的珍珠，对，噼里啪啦股票就上来了。OK， 对，那但是其实像广达也好，伟创也好，这个是大家最关心的股票。对，可是因为它去年已经涨了一大波，现在虽然股价有修正，可是你说位阶高不高，仍然是偏高，仍然偏高。对，那一旦它的成绩单拿出来，没有到非常亮眼，很容易市场就会去下修。对，而且这2个股票其实。我自己在观察，其实过去一段时间，是不是大户啊已经有开始先做一些动作？确实，确实。那另外一个族群，我觉得我们也可以拿来讨论一下，就是散热的部分。是的，因为散热的部分，如果我们从美股 Vertiv 来看，它的涨幅是大概至少以从去年来看到10倍以上。是，那也带动了双红、奇红。那散热的强弱会不会是一个重要的观察指标？确实散热真的是非常强。我们就以这个领头的奇鋐跟双鋐来看，虽然说最近你不会感觉它好像一直在涨，可是如果说看得到 K 线图的朋友，或者说你自己回家打开来看，你会发现它仍然是沿着一个多头的结构在往上做攻击。只是说它是变成一个是缓攻的一个这样的格局。那当然跟我们之前黄仁勋执行长登高一呼嘛，说散热就是我们现在 AI 最重要的一个依赖这个是有关联性的所以说维持这样的架构，也许就像我刚刚讲的嘛，等待这个营收的公布。营收公布如果说数字还不错，也许就登高一呼，直接就冲上去，这也说不一定。好，所以这样整个来看的话，台股其实还是有发挥的一个机会。是的。那总结来讲，玉凯老师，请问一下，大盘跟整个产业的部分给大家什么样的一个看法？好，以大盘来讲，我认为说大家不用去担心上影线或者是开高走低。我觉得如果说在这个慢慢缓步垫高的过程当中有一些上影线或者说开高走低，这反而是在清洗浮额，其实对于后续的上涨是良性的。OK， 对。那如果说以 AI 股来讲的话，其实至少啦，它 AI 仍是未来3年、5年甚至是10年的大趋势真的是中长线都还是可以看好，只是说也许还是需要一点耐心来去做等待。那如果说真的财报好的话，财报真的亮眼开出来，认为应该是有机会第3季、第4季会看到一个比较明显的成长，那个时候应该会有一个比较显著的股价的一个动能。好，因为就今年来讲，实际上整个我目前看的所有产业面的一个讯息是不管是出口的一个数字也好，外销订单的数字也好，其实都还是相当的不错。没错。然后呢，我们再从营收的公告，如果还是相当好，其实我们也更期望接下来还有陆续有很多的法说会了，是看能不能让我们知道它现在到底手上库存打消的情况如何，那是不是未来产业还是有前景？因为毕竟台股现在走到2万了，对，那可是上半年的整体的产业的景气应该是比较不好，可是下半年是会好的，是，那这时候就产生很尴尬了，2万，可是产业景气会变好，那我到底现在该不该买？所以这个可能也是未来我们接下来选股当中非常重要要去思考的一个主轴了。没有错，是不是在大盘2万的时候，你不要管它，我们要的是股票低位阶的。对，鸿海就是这样。是的，坦白讲，如果真的给我选，我反而觉得台积电不知道要怎么操作了，因为已经涨那么高了。对啊，但是鸿海的位阶还低，那如果产业未来有前景，那是不是市场也开始会思考把资金做一个挪移？那这个部分。等一下我们下一段就要再继续来请教玉凯老师。那进入广告之前，先邀请大家到 YT 搜寻我们的节目小老鼠 STOCKHOT， 因为听广播的朋友可能没有办法看到我们在节目上面所呈现的一个画面。是那我们的节目同时侧录下来之后，我们会上架到 YT 频道，那也鼓励大家到我们的 YT 订阅、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同时也可以在节目下方留言，是好，有任何问题都欢迎提出来，玉凯老师也会来跟大家做一个这个解答，好不好？好，那也可以加玉凯老师的 LINE， 如果想要直接跟玉凯老师对话的话，可以加他的 LINE 小老鼠 WIN16888。那更多股票操作的细节，我们第二段回来继续讨论。好，我是股怪教授谢承彦再度回到我们台股怪谈的节目现场。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林玉凯分析师。那刚才玉凯老师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总结嘛，就对台股来讲，即便这样的一个开高走低，可是整体来讲底部还是逐步在垫高。是那算是一种反向的温水煮青蛙嘛？对，就是说去很多轧空的人，放空的人，他反而会想要一直在这里放空，是，可是却被慢慢的轧上去，没错，对不对？那就个股的选择来讲，产业是看好的，下半年其实是好的，是。可是像台积电这些位阶已经上来的股票不好操作，是，反而是不是转移到同样受惠产业的一个成长，比如说伺服器当中的这个鸿海，对不对？那对比广达就产生很大的落差。对，那如果是这样，我到底该从个股着手？直接选低基期的低位阶的，是还是从产业呢？好，我觉得我们可以先从产业来看，就如同刚刚教授所讲的嘛，现在台股已经是2万点了，对。可是如果我们能够从中去挑到现在位阶可能还在15000点的，不容易吧？对，多好的事情，不容易吧？不容易，但是还是有。好，对，那比方说呢，其实我在上个月3月底那时候来拜访的时候，我有特地带来一个这个产业叫做记忆体，而且当时你讲我有印象，你叫春燕嘛？对，春燕其实它代表一个刚开始的思维，是没有错。好，那其实我们有讲到几个我认为说整体产业在复苏的一个讯号。首先第一个，我们看这个去年的 EPS。好，去年 EPS 当然就是记忆体的部分，对，记忆体的部分，对。按理说全年度 EPS 其实并没有特别亮眼就绝大部分在相对前年是衰退的。可是你会发现，比如说像以全年来讲好了，它去年 EPS 赚 18.48， 可是其中有 10.62 是集中在第4季。你这样一讲，我突然有印象。是当时我们真的有针对记忆体族群的个股去讨论去年第4季的 EPS 是占全年度 EPS 的比重。对，那当时我问你的问题好像也是就是说，那如果去年第4季占的比重特别高，是不是代表它的产业已经开始复苏了？对，已经落底反弹这个味道。那我们再看2档，像威刚去年 EPS 5.21， 可是其中2.6块就大概一半左右，也是集中在第4季。那十銓更离谱了，去年赚了 3.38 元，其中 2.89 通通是第4季所贡献的。我觉得这个是产业复苏我们可以去 catch 到的第一个亮点。那第二个亮点呢是哪里？我们不能只看第4季嘛，搞不好只有去年好。因为坦白讲，现在已经5月了。对，说实在，在讲去年第4季，因为这个是回顾上市的一个内容。是的，没有错。好，那当时我注意到说，怎么今年的第1季记忆体好像也有一些不寻常的现象是，所以我们就看2月营收年增率因为我们今年是2月份过年，对，可去年是1月过年等于说今年2月它只有一半的工作日，去年是整个月的工作日嘛。可是记忆体其实几乎所有的股票2月营收年增率通通都是动辄 50%、30%、40% 这样的成长，全年 42%， 威刚 34%， 十銓 55%， 这个就非常不寻常。所以等于是说2月份只有半个月，对，还比去年2月完整月份过完年回来，其实它是一个开始冲刺的月份。对，应该说22年，对不对？不是23年，所以今年24年，它反而是过年前后其实就很尴尬了，是，对不对？没想到既然营收大幅增加，对，我整个半个月就碾压你过去一整个月。对，那当然我们今天再帮大家再追踪，对，继续追踪了，因为刚才讲的其实帮大家回温一下。是，那以目前来讲，1月、2月、3月营收已经公布了，4月可能有的公布了，有的陆续公布，是。但为了完整起见，我们可能是不是还是先讲到3月？好，3月好，那其实群联的话，3月营收年增率也来到 72%， 而且1、2、3我们这样连续看下来，76%、42%、72%，通通都是年成长。好，那威刚
56%威刚其实4月营收也公布的也非常亮眼那威刚来讲，1月年增63%，2月年增34%，3月年增到56%。好，那今天有这个涨停板的实权，哇，更惊人！1月营收年增率102个百分点，2月55%，3月116%，而且昨天才刚刚召开法说会，法说会讲得非常之好，我要涨价，对不对？不可能再下修了，库存都调整完毕了。这个不是已经等于是宣告我们这个产业正式复苏 ？OK， 对。可是其实1个多月前我们就提醒过大家这件事情，只是说现在慢慢去佐证我们的猜测。对，好，那问题来了，复苏这件事情我们已经很实质的能够从数字上去感受到。基本上如果说营收大幅度的增加，这个是一个基本面持续好转的一个迹象。是，但是我们又担心说股价会不会有领先反应？那还有切入的机会吗？有的。好的，我必须跟大家讲在记忆体产业来说的话，应该讲除了群联之外，其他股票你都丝毫感受不到它在2万点。为什么你讲除了群联之外？因为其实群联在上个月已经率先去攻下历史新高了，785块了嘛。等于说它已经实质去反映到2万点这件事情。可是比方说我们看威刚好了，威刚，对，威刚其实就算今天创新高，还120块不到。对，然后我们去对比一下，它甚至连2021年的高点都还没有过而且2021年的高点也不过是18000点，对，18000点那个时候。对啊，所以其实这个位阶相对偏低，就如同我刚刚那个节目一开始所讲的嘛，它这位阶根本17000、16000而已。对，所以说相对来讲的话，如果我们又可以找到这个产业确实是有在这个复苏的话，那它的位阶不就是相对低吗？所以基本上我们可不可以用怎么讲，就是说低风险，低风险，因为产业最差的时候刚过，是，所以它产业不会再恶化，没有错，这个叫低风险。低风险。那第二个叫低基期，是的，对不对？因为毕竟股价都才开始发动起来，股价位阶都还没有到反映到2万点这个位置。对，然后刚才我看到营收数字是很夸张，是的，成长力道了，是的。那可不可以叫做低高？低高，可以就是低风险，然后低基期，高成长，是。那除了记忆体，因为记忆体毕竟上市来，当然我想大家也更关注，因为也许手上不是刚好是记忆体啊，就是说我们的听众朋友或是我们的粉丝不会刚好就只有记忆体嘛，是。那有没有可能就是说还是有其他低高，就很像底高这样子的股票然后我们可以去留意的呢？好的，其实是有的那因为我今天有准备几档不知道来不来得及讲完。好，比方说最近台股也有几个值得去关注的题材应该先问一下，是刚才的记忆体，我又补充问一下好，刚才的记忆体还可以继续持有、继续买进吗？如果有兴趣，我觉得是可以。除了群联位阶相对高之外，比如说像威刚，或者说像实权，我认为这个位阶都还不算高。好，那这样延续刚才的问题就是说低高的部分还有什么值得留意的？好，我觉得几个题材大家可以在这个月份去做留意比方说高殖利率、低本益比，对，因为其实像鸿海，它反映的也是低本益比、高殖利率这件事情嘛。确实我在看高股息 ETF 当中，既然有在思考要不要把鸿海列入，对，所以说其实这个氛围它会去蔓延比方说最近为什么金融那么强，营建这么强，其实也都是反映这个所谓低本益比、高殖利率这件事情。所以今天呢，可能我们也会带来几档超低殖利率的概念股比方说这个股票我们就先不说有一些股票它可能今年本业也不错那可能因为很多的股票持续性的上涨嘛，那它可以去认列所谓的资本利得或者说它有一些子公司也赚了很多钱，能够再回推到母公司身上加总之下，它的这个本益比变得非常低的这种股票，我们也会分享给各位。或者说呢，有一些这个叫做高息 ETF 的备选股如同教授刚刚讲的嘛，鸿海有没有机会列入呢？其实现在只要殖利率在 5% 以上的股票都非常有机会来去做列入。像和硕过去大家可能没有特别关注的，是也有可能被列入。对，那为什么它现在可以变成是所谓的这个高殖利率因为股价还没有涨多嘛。你现在很多的营建股已经一路涨上去，像永信建原本可能殖利率是 10%， 涨了一倍之后现在变 5% 了。其实我们这2天的节目也有特别提醒大家，是就我们来宾来也跟大家讲，营建股涨多了短线上千万不要再追高。是，或许它有很好的现金题材、殖利率题材，但是你可能要等它回档到一个比较合理的位阶这个我们在节目当中其实一直非常持续的在提醒大家。那玉凯老师，你刚才就讲说这几个题材，对，那
最后当然我们帮各位做一个总结，就是说这些股票同时具备的特色是什么呢？就是低高。低风险，低风险，对，可能刚刚才开始起涨，产业的这个整个产业面啊，确实是有明显的来做提升。好，对，然后低基期，对，可能都还没有明显上涨还没有跟上台股2万点的这个位阶。好，以及高成长性。好，太棒了。所以我们也希望说，因为毕竟台股其实基本面很好，还有操作的机会跟空间。所以那加上资金量还是非常的大。是的，你看像今天的成交量都还在4000亿之上。是，我觉得有时候是这样钱就在那边了，我们自己要懂得找到钱在哪里，是对不对？对，因为毕竟我讲4000亿嘛，就一定有股票，有追逐的，有强势的，是那怎么去操作？玉凯老师这份资料写的会非常非常的详细，非常精彩，包含了低高的一个股票，是，还有看好的理由，是，以及怎么操作它的一些相关的细节，提供给大家，好不好？那记得加玉凯老师的 LINE 小老鼠 WIN16888，那输入关键字多少？低高直接输入中文了中文高低的低，高低的低高，好不好？来拿取这份资料。好，那节目最后邀请大家记得加我们的这个 YT 小老鼠 STOCKHOT。那我们明天节目再见，谢谢大家，拜拜，拜拜。摩尔证券投顾0800668085。本公司与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